大家好，我是小颖，今天用山药和南瓜分享一道非常好吃的做法，这样做的口感细腻、绵软香甜，老少皆宜，而且做法简单又营养。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，一起来看一看具体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先准备2根山药，用流动水把它清洗干净，先把它表皮的泥沙去除干净。如果没有洗干净，处理表皮的时候，残留的泥沙容易把里面染脏一下，所以一定要清洗干净。再削掉外皮，有的朋友在处理山药的时候，就会把山药的汁液不小心沾到皮肤上，就会立刻刺痒难忍。即使清洗很多遍呢，也会感觉到一样痒难忍。今天小颖教你一招，准备一把叉子，把它插到山药里面，确定固定稳定了，再把山药去皮。这样去皮的过程中，粘液就不会沾到手上了，也防止山药滑手。再把削好的山药放入温热水中烫一烫，再下手去清洗一下，这样手就不会痒了。把表面的粘液清洗干净，控水捞出，放在案板上，把它切成片，片最好切薄片，这样煮熟的快。切好后，把它放入盘中摆平整备用。接下来再准备小瓣的南瓜，把它的皮削掉不要，南瓜的皮比较硬，它的口感不好。去皮之后，再把南瓜的籽挖掉不要。先把它切成大块，然后再切成片，片也切薄一点，这样煮熟的快。切好后，把它放入蒸屉中摆平整，再把山药放进来。接下来起锅，倒入清水，放上蒸屉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15分钟。接着我们再准备一把红枣，把它放入碗中，倒入清水，加1勺的面粉，下手把它搓洗一下。红枣表面有许多的褶皱，特别容易藏灰尘和杂质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入面粉清洗。它有很好的吸附性，可以洗掉表面上的灰尘和杂质。捞出来放入另一盆清水中，多清洗几遍。洗出来的红枣颜色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干净，这样家人放心食用。把它控水捞出，放在菜板上，把红枣肉切下来，枣核去掉不要。再把它切碎一点，这样吃起来口感更好。切好后，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现在我们的山药和南瓜蒸好了，打开盖子，用筷子一戳就散开了，然后把火关掉，把山药取出来，倒入绞肉机里面，然后给它盖上盖子，把它打成泥状，尽量把它打成细腻一点。我们看看，打成像这种细腻的状态就好了。把它倒入碗中，往里面加入3大勺的糯米粉，再加入1勺的粘米粉，可以降低它的粘性。
如果家里没有粘米粉的话，可以用面粉代替，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，搅拌成这种絮状，下手给它揉成软硬适中的面团。在揉面的过程中，要是觉得粘手，可以再加适量的糯米粉，把它揉成光滑的面团就可以。然后我们再取一小坨的面团，把它搓圆，搓成像这种小汤圆的形状就可以。全部搓好后，把它放入盘中，盖上保鲜膜，防止风干。接着我们南瓜也到绞肉机里面，把它当成泥状，和山药一样的做法。把它倒入碗中，加入3勺的糯米粉，1勺的粘米粉，把它揉成光滑的面团。然后我们再取一小坨的面团，把它搓圆，搓成像这种小汤圆的形状就可以。全部搓好后，把它放入盘中，盖上保鲜膜，防止风干。接着我们准备30克的红糖和30克的白糖，把它倒入锅中。先开中火，把红糖跟白糖炒出香气。炒到1分钟时，这2种糖已经结成颗粒状了，有稍微融化了，像咖啡的颜色出来了。现在先关火，关火后也要继续搅拌，然后再准备200克的开水，先倒入20克的开水，它的气泡立刻起来。这时先不要去动它，让它跟水先融化一下。现在它的气泡比较少了，再来把水全部加下来。大家要注意，一定要加开水哦。如果不是开水的话呢，在倒的时候要非常小心，因为糖里面的温度非常高。你如果倒入冷水下去，它就会产生水爆，把它煮开，这样炒过的糖，煮出来的糖水特别的香。接下来我们准备2个鸡蛋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。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小颖来说可以高兴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你帮小颖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和鼓励。然后把山药丸子加进来，南瓜丸子也加进来。先不要着急给它翻动，先把煮定型，再把它搅拌一下，这样我们的汤圆就不易粘连。把它煮到浮起，然后再往里面加入半碗的清水，再给它煮开，煮熟煮透，煮至像这样体积明显变大。然后把红枣放入锅中，给它搅拌均匀，让红枣在汤汁里面煮一下。准备适量的甜酒，放入锅中，再把它搅拌均匀。放几粒洗干净的枸杞，搅拌均匀，煮30秒左右就可以出锅了。把它盛出来，装入碗中。家里有条件的可以加1把花生，吃起来特别的香。一道非常好吃的山药南瓜丸子就做好，吃起来软糯香甜，好吃又不腻。用山药和南瓜这样做，营养又美味，加上红枣、花生，又香又甜。秋天到了，吃上一碗，真的是暖心又暖胃，从头暖到脚。尤其是我们女性朋友要多吃，我们一次性还可以多做一点，放入冰箱冷冻保存着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煮一下就可以吃了，特别的方便。如果大家也喜欢，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。
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哦。点我头像，还可以看到更多简单的家常美食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